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今天视频来分享一下比特币月线里面的这个终极 RSI 指标，未来的顶部我们要怎么去抄底，里面有哪一些知识重点？因为去年在 20K 比特币下方底部的位置，也是希望朋友们 20K 开始要重仓满仓，甚至开期货杠杆去做多这个比特币，包括$1000下方的以太坊，持有到现在还是满仓重仓，一直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。那等下来跟大家讲，它历史上的底部也是高到吓死人啊！2022年整个 20K 下方闪现绿色的信号，或者是2019年闪现绿色的信号，底部就是底部；2015年闪现绿色的信号，底部就是底部。长线投资者这样子来赚钱，哪里会亏钱？持有到现在也是在等待这个红色的信号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Discord 社群，昨天比特币还在$30,000附近徘徊，但是程序也是没有给出交易的信号，还是在窄幅震荡哦。然后上一次7月14号是价格在$31,700附近有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，到现在我的观点是，朋友们不然最近就等，因为行情确实是非常的无聊，包括这几个信号我也是都没有去操作，已经10几20天了，都没有继续交易这一个比特币的短线。然后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个终极 RSI 指标啊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一个 indicator， 然后搜索 CM_ULTIMATE，也就是第二个这个18000多人在用的，然后你可以进去直接把这个参数改为69032，它就会闪现出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准确率。历史上底部的位置2019年，也就是这一根崩盘在月线里面，如果有这种37%的一个崩盘，个人观点，该抄底的位置你应该要去抄底啊，因为月线里面有看到这种大崩盘超过30%，也是说明整个环境是在非常非常恐慌的一个结构，别人在恐慌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贪婪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的这一个底部，跌了快1年的时间，然后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，这一根下跌是超过30%，而且这一个终极 RSI 指标闪现出绿色的信号，在崩盘非常恐慌的低点的位置，指标会有超卖的一个现象，所以终极 RSI 指标闪现出绿色的信号，像这个区间该买就是要买。所以中长线的交易者，你可以利用很多指标，参考整个市场的周期环境，它是在恐慌的结构还是在非常非常贪婪的高位，你可以逆向来做个人的一个交易，这样子可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里面的时间周期也是有参考性， RSI 指标来到非常非常低的位置，也是在这整个30下方的一个区间，事隔3年的时间，在19年这个 RSI 指标，然后终极 RSI 指标在这一根大崩盘超过30%的位置， RSI 指标也是来到非常低的一个30下方的一个区间，时间是事隔4年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，等了3年到4年才等到这种位置，抄底就是要大胆的满仓重仓里面去抄底。然后时间再隔4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 RSI 指标，也就是在2022年的这个低档的位置 20K 下方，这一根崩盘月线里面是单月跌了超过37%，该买的话就是应该要重仓去买入这个比特币，因为指标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根大跌开始，它就开始显现绿色的一个信号，说明整个市场就是在非常非常恐慌，甚至不顾一切在抛出这个比特币，很多散户在恐慌的一个结构，那你就要站在逆向的一方，你利用这一个指标来做买入的动作。所以到现在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趋势已经是突破，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7年的一个熊市也是趋势突破，或者是15年的一个趋势也是突破，突破完以后也是说明整个市场的环境趋势已经是在变，包括最近有跟大家聊的美国那边利率已经是接近尾声，未来肯定是要降息，所以恭喜很多粉丝朋友，底部有重仓，听我建议买对的话，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。现在根本都没有看到月线里面的这个 RSI 指标，终极 RSI 指标
它如果上涨到高位的时候，我们去留意一下它什么时候会闪现这种红色，也就是非常非常超买，别人都在追价风险的位置，我们要怎么去预判啊？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2019年到2020年到2021年的这整波牛市的结构，从哪一个位置它开始闪现红色的这个 RSI， 可能是预示着未来再上去会有一些风险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来到这个高位的时候，这边闪现最红色的一个 RSI， 不过它是在一个崩盘的位置。后面它在上去再创这个高点的时候，后面你去观察它在突破指标，如果是在背离的结构，也就是价格在过高，这一个 RSI 指标过不了高点，背离的结构，你要注意风险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比特币的顶部，第一次闪现红色信号的时候，后面是第二根有一根下跌，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相对比较红色的一个 RSI 的一个预警值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也就是第二次闪现红色 RSI 指标信号的时候，是在这一根哦，后面再上去的一些位置，到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的指标也并没有背离，后面是价格继续上去，也是月线里面有一个败象，像这种 K 线类似一个吊人线哦。所以从这个位置开始，第二个闪现 RSI 信号的时候，历史也是有这种参考经验。我们可以在第二个红色 RSI 指标，也就是这个值接近90上方高位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RSI 的值在90上方，有可能就是逐步慢慢减长，甚至看有没有高点去找空点去做空的一些位置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最高点的这个位置 RSI 指标已经是跟不上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数值是在97，然后这个位置的数值是在98，所以月线里面这个 RSI 指标是在呈下降的一个走势，但是价格是在上升，所以月线里面的这个背离准确率也是高到吓死了。你如果能猜到这种顶部，一个做空就给我直接报到底部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2年到2013年的牛市的行情，它在牛市进行中第一次闪现红色 RSI 信号值的位置是在这一根哦。历史的经验，你可以把第一次闪现红色的信号先给它忽略，我们还是尽量给它抱住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压回来，后面是在这个见顶的位置，也就是第二次闪现红色 RSI 信号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那现在我个人一个观点，我们就看比特币目前的月线，连这一个红色的值都没有闪现出来，而且这个 RSI 指标是在50上方，80上方都还没有来到，更不用去谈90。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，抱到未来的顶部财富自由的位置，再做出清的动作，甚至到时候找机会再去做空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